庄红，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修罗公子。此时，红衣圣地掌教看向了殷庄红，他必须确定这件事情才行，唯有确定了，才能判断楚风是敌是友。师尊，正是他。殷庄红说完此话，还故意一脸惊讶地对楚风问道：“修罗，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也忍不住暗道：想不到你这个丫头还挺会装蒜的，你明明早就知道我来了，现在还问我这种话，戏演得不错嘛。修罗公子，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此时，红衣圣地掌教也是将目光投向楚风。抱歉，掌教大人，我是听闻今日于红衣圣地有一场重要的赌约，因为好奇，所以想看看热闹，但我又怕影响你们，所以使用了一点手段，隐藏了自己，偷偷来到了此处。楚风抱拳说道：一点手段？修罗公子，你可真是不简单，居然一点手段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瞒过去了。此时，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笑着说道：只是刚刚楚风那一手瞒天过海，就已经让他们对楚风刮目相看。修罗不请自来，还请诸位前辈责罚。楚风抱拳施礼，并且一脸歉意：修罗公子乃是上宾，你若想来，我们自然不会阻止，何来罪过？红衣圣的掌教面带笑意，他的确是没有责怪楚风之意。奶奶个腿的，小兔崽子，竟然敢无视我们，你给我受死！可就在这时，一声怒骂忽然响起，紧接着一道磅礴的威压更是向楚风冲击而来。那一刻，楚风也是神色一动，那位对他出手之人乃是密洞群圣中的小11，他此刻不知用何手段，已经将他身上的披肩取下，所以他已经可以动用武力，这才可以施展威压攻向楚风，并且他的修为乃是尊者巅峰。楚风没有想到这密洞群圣的修为竟然如此强横，毕竟他们虽然没有底线，但看上去却非常的愚蠢，根本就不像是修武高手。就在楚风愣神的功夫，那小11的威压已是来到楚风近前。不过只见红衣圣地掌教大袖一挥，那威压便立刻烟消云散。尽管那小11乃是尊者巅峰，可在红衣圣地掌教这位三品至尊面前，他的威压简直不值一提。密洞群圣，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红衣圣地动手！此时，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一个个的面露怒容，看向密洞群圣，哼，这个小子打劫了我们的宝贝，我们教训他有何不可？真是想不到你红衣圣地竟然与这种无耻之徒为伍，看来你红衣圣地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密洞群圣骂骂咧咧地说道：打劫？可是听闻密洞群圣的一番话后，红衣圣地的众人则是更加不解了。密洞群圣虽然名声不太好，但好歹也是诸天星域，有着一定名气的人物，怎么可能被楚风这样一个小辈打劫呢？修罗公子，你与密洞群圣是有过节？不解之际，红衣圣地掌教对楚风问道：掌教大人，不知你可听说，前段日子有人以作弊手段混入了七阳山脉那界灵府门之内，去与小辈争夺宝物？楚风问道：有所耳闻。红衣圣地掌教说道：前辈，那些以作弊手段混入界灵府门内的，就是这些家伙。楚风说话间指向了密洞群圣，竟是他们。听闻此话，红衣圣地的众人也是颇为惊讶，不过那抹金亚却是一闪而逝，取而代之的竟然是深信不疑。之所以会如此，那是他们对于密洞群圣的为人还是有些了解的，相信诸位前辈也都知道，界灵府门内的宝物乃是元术大师为小辈所留，密洞群圣混入其中便是不守规矩，所以晚辈便用了一些手段，将他们从界灵府门内所得到的宝物给夺了回来。我那可是替天行道，根本不是打劫。楚风继续说道：若真如此，修罗公子的确是做了一件好事。红衣圣地掌教说道：哼，小子，你可不要含血喷人，就是我们密洞群圣岂会做出那种令人不齿的事情？然而对于楚风所说之话，那密洞群圣却是并不承认。你密洞群圣这种不耻的事情似乎也没少做过吧？回想一下你们那劣迹斑斑的行为，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修罗公子的话。红衣圣地掌教说道：你们是一伙的，当然向着他说话。算了，我们也不与你们废话，愿赌服输，把那结界修武珠交出来。密洞群圣的老大说道：怎么，赢一局就想跑吗？可敢再与我对决一局？楚风说道：小崽子，就凭你还想与我们对决？就你那重文级圣袍界灵师的本事，现在我们随便一个都能打得你满地找牙。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是吗？然而楚风却微微一笑，说话间便将自己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看到楚风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在场之人除了殷庄红之外，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直至此时，他们才明白，原来楚风乃是一位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小兔崽子，你居然突破了！此时就连密洞群圣的那11位也是倍感意外，敢不敢与我交手？楚风问道。这是一场赌局，若要与我们比拼，可以，你拿出有价值的赌资再说。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我用完的性命做赌注。楚风说道。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的表情都涌现出了变化，尤其是殷庄红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极为复杂。他没有想到，因为他红衣圣地的事情，楚风竟然甘愿以他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小兔崽子，你说你要以性命做赌注？密洞群圣老大问道。对，就是以我的性命。你们若是输了，只需将那根绳子交出来就可以，但你们若是赢了，不仅可以得到这颗珠子，还可以取走我的性命。楚风说道。小兔崽子，想不到你还挺有魄力，不知道你是对自己自信，还是你真的不怕死。但是小兔子崽子，我们只对宝贝有兴趣，至于你的命，我们并无兴趣。密洞群圣的老大说道。就算你们同意，我红衣圣地也不可能以修罗公子的性命作为赌注。就在此时，红衣圣地掌教则是开口了。说完此话，他看向楚风问道：修罗公子，你真的愿意为我红衣圣地而战吗？回掌教大人，我与殷姑娘乃是好友，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况且
我与这些密洞群圣本就有恩怨在身，之前在界灵府门内，我运用阵法力量压制了他们，其实也是胜之不武。而今日，我想依靠自己的本事教训一下他们。”楚风说道。“好，修罗公子真是好胆识，我含袖佩服。”红衣圣地掌教说完此话，将目光投向了密洞群圣。说话之前，他先将手中的盒子丢向了密洞群圣的老大。这一幕让红衣圣地的众长老皆是目露心疼，而密洞群圣的众人则是欣喜若狂。尽管看不到他们的模样，可是却也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此时那开心的模样。毕竟那盒子之中正是红衣圣地的镇地之宝，也是密洞群圣梦寐以求的宝贝。可就在何时，一道耀眼的光芒忽然冲天而起，那光芒乃是七彩，七彩的光芒冲天而起，将那浩瀚虚空都映成了7种颜色。而光芒来源乃是红衣圣地掌教的手，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一颗宝石，那宝石之中宛如蕴藏着其中生命，每一道生命都拥有一种颜色，此时正在宝石之内旋转盘旋。最重要的是，那宝石散发出的气息刚硬无比，此物乃是一件少见的宝贝，不仅可以用来修炼，更是打造兵器的稀世之宝。尽管楚风无法看到密洞群圣的脸庞，但却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目光。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颗宝石之上时，楚风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多么的兴奋与欣喜。远古彩虹石，这可是比这颗结界修武珠还要珍贵的宝贝啊！红衣圣地掌教，你将这远古彩虹石拿出来，是为何意啊？密洞群圣的老大问道。密洞群圣，可胆再赌一局？若愿再赌，我愿以这颗远古彩虹石为赌注。红衣圣地掌教说道。若要赌也可以，但我不以阴阳锁魂绳做赌注。你若要赢了，只能赢回你们这颗结界修武珠；但你们若输了，那远古彩虹石可就归我们了。密洞群圣的老大说道。卑鄙，太不要脸了！就是你自己刚刚也说了，远古彩虹石的价值要在那结界修武珠之上，就算赌，你也要以等价的宝物来赌，或者说我们提条件才行。怎么能你们想用什么赌就用什么赌呢？此时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皆是表现出了不满。搞清楚啊，诸位，是你们要与我们在赌的，可不是我逼着你们非要与我们赌的。反正我就是这个条件，你们愿意赌就赌，不愿意赌就算了。密洞群圣老大很是无所谓的说道。红衣圣地众长老被气得咬牙切齿，可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对方说的也在理。修罗公子，那便有劳你了。此时红衣圣地掌教看向了楚风，在其脸上竟然有着几分请求之意。见此情形，楚风明白那根阴阳锁魂绳对于红衣圣地来说定然是极为重要的，否则他们也不会为利奥得到那根阴阳锁魂绳而如此的大费周折，甚至与密洞群圣这些名声并不好的家伙进行赌约，哪怕对方提出不平等条约，也是愿意答应。前辈放心，晚辈定能凯旋而归。楚风说完此话，便拔空而起，来到了广场中央。小十一，是你与我对决吗？楚风笑眯眯地对那小十一问道。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小十一也是你能叫的吗？叫老子十一大人！那小十一顿时变得极为不爽。大人，和就你这种卑鄙之人也配称大人？楚风冷笑，奶奶腿的，今日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小子，穿上，只要你敢穿上它，老子今日就打得你满地找牙，打得你比那个老废物还要惨。说话之时，那小十一还将手指向了已经离开广场，在不远处休息疗伤的张舵驼。听得此话，张舵驼以及孟如飞的脸色都很难看，他们都已经败下阵来了，竟然还要遭受侮辱，这是招谁惹谁了？而此时楚风也是穿上了那件特殊的披肩。楚风并没有过多观察，因为早在张舵驼与小十一对决之前，楚风就已经观察过这件披肩了。这件披肩的确是一件宝贝，穿上它，似乎不管是何等修为的存在，修为都会被束缚，能够使用的便唯有结界之力，除非将这披肩脱下，否则便丧失了修为一样。楚风也不知道这密洞群圣是从何处得到的这种东西，但不可否认，这东西也是一件宝贝。来吧，上次你败得不够惨，这次我让你更惨一点。楚风穿上那披肩后，以挑衅的口吻对其说道：小兔崽子，上次老子那是大意了，这一次你会知道老子的厉害。说话间，那小十一双手合并，他并没有立刻出手，而是开始布置阵法。至于楚风，也同样双掌合并布置阵法。通过先前那小十一与张舵驼的交手，楚风已经发现小十一今非昔比，他的结界之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不仅是重文级到蛇文级的变化那么简单，他的战力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面对这样的小十一，楚风也不能太过大意，毕竟楚风也不知道刚刚小十一与张舵驼交手的时候有没有施展全力。小兔崽子，居然和老子我一同布阵，你以为比拼阵法你比得过老子我？小十一真是一个碎嘴子，完全没有老一辈强者的风范，就像是一个熊孩子一样。这不，哪怕布阵的时候他的破嘴也不闲着，竟然还羞辱起楚风。你怕是忘记上次被我打得有多惨了吧？你若是记不清楚我的实力，不妨问问你大哥，身为蛇文级圣袍被重文级圣袍戏耍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还挑衅地看了一样那密洞群圣的老大，这小兔崽子竟然敢嘲讽老子！小十一，给我好好的教训一下他，打得他哭爹喊娘，叫咱们祖宗！那密洞群圣的老大大喊道。放心吧，老大，我会让他知道咱们的真正实力。小十一回应道。真正实力？若是这样说的话，我似乎明白了。看来当日你们虽然使用作弊手段成功混入了界灵府门，但其实你们的界灵之术还是遭到了压制，难怪当日的你们那么弱，简直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弱的界灵师。楚风讽刺地说道。小兔崽子，你话还真是多啊，既然你这么爱讲，那你赶紧再多说几句，你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惹怒了我。你十一大人，我马上就让你哭。小十一此话说完，
其体内便释放出磅礴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冲天而起，盘旋凝聚，化作一条巨龙。此龙长达万米有余，虽然是结界所化，但却栩栩如生，宛如真龙下凡，龙吼阵阵，威风凛凛。此时张开那血盆大口，直奔楚风而去，似是要将楚风一口吞噬。见状，楚风也是冷哼一声，随后自其体内同样有结界之力冲天而起，而那结界之力盘踞之后，竟也化作一条巨龙。此龙也是长达万米，无论体积还是气势，丝毫不弱于小11所凝聚的那条结界巨龙。龙吼阵阵，似要撕破虚空。眨眼之间，两条结界巨龙已是站在了一处。一时之间，天昏地暗，雷鸣阵阵，就连天地都被那两条结界巨龙影响。可是，一番争斗竟是胜负难分，这个结果令人意外。庄红，你这位朋友还真是不简单啊！此时，红衣圣地的众长老都是看向殷庄红，对楚风赞不绝口。其实，他们本来对楚风并没有抱有太大期望，毕竟楚风他刚刚才踏入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并且就算天赋再强，也终究是一个小辈。在他们看来，对界灵之术的运用肯定比不上密洞群圣那群老妖怪。而他们之所以已经这样想了，却还愿意让楚风出手，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他们很清楚密洞群圣的性格，若不趁着今日一举将那宝物赢回来，那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群家伙占了便宜，立刻就会跑路，恐怕日后红衣圣地再如何邀请他们都不会再来了。所以他们加大赌注，从而让楚风出手帮忙，当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以说是放手一搏。可是现在来看，楚风竟然能与那密洞群圣的小11战得不分胜负，搞不好真能获胜，这自然让他们喜出望外。只是在红衣圣地的众人喜出望外的时候，那是张舵陀可就脸上无光了。尽管楚风目前也只是与那小11战成了平手，至少能够战成平手啊！再想一想他，一个回合就被密洞群圣的小11击败，简直就不是一个层次的。这种强烈的对比，就连他自己都觉得他非常的丢人。龙啸冲天，仿佛比先前更加刺耳。仔细一看，那两条巨龙竟然又变大了不少，就连身上所散发的光芒神辉也是变得更加璀璨起来。原来是楚风与那小11都在源源不断的释放结界之力，来增强那结界巨龙的力量。他们两个都想要凭借这条巨龙将对方击溃，想利用这条巨龙来一决胜负。二者这一战战了足足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那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倾斜。而从红衣圣地众人那欣喜若狂的表情，也可以猜到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楚风倾斜了。界灵师体内的结界之力并非无穷无尽，其实是有一定数量的。随着二人源源不断的向那结界巨龙内灌输结界之力，也导致他们二人的结界之力在快速消耗。现在那密洞群圣的小11便彰显出了结界之力不足的现象。楚风的结界巨龙仍在变大，可是那小11的结界巨龙却开始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下，楚风的结界巨龙自然开始占据上风。奶奶的，你这结界之力怎么这么多？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吃药了？小11心中不爽，于是大声骂道：我说过，界灵师也有强弱之分，结界之力的体量便是差距之一。现在你知道你我的差距了吗？老东西，你白修炼了这么久了，你是把岁数活在狗身上了吗？你怎么这么没用啊？修炼了那么多年，连我一个小辈都不如啊你！楚风也不客气，不停地嘲讽那密洞群圣的小11。而果不其然，在他劣势的情况下，被楚风这样嘲讽，那小11气的身体都在颤抖了。从他那颤抖的身体，完全可以想象他此时的脸庞是怎样一副模样，怕是被楚风气的牙齿都快磨碎了。小兔崽子，你别狂，胜负未定，老子会让你知道到底谁更强。那小11怒吼一声，随后便开始全力的催动结界巨龙，在硬拼结界之力，拼不过楚风的情况下，他想要运用战斗技巧来战胜楚风。只是他想多了，他并不知道战斗技巧正是楚风最为擅长的。只见楚风所催动的结界巨龙凶猛无比，很快便将小11的结界巨龙撕扯开来。随后那结界巨龙便张开血盆大口，向小11吞噬而去。小11眼见不敌，便使用结界法宝想要逃脱，只是奈何还是被结界巨龙追赶上。停，老子认输！眼见无路可逃，那小11终于脱口出他的这句话，充满了不甘以及无奈，但是他却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足以证明这个家伙的脸皮还是很厚的。打之前牛皮吹得响当当，可是眼见打不过，又可以立刻认输，并且没有丝毫觉得不妥，这种脸皮可不是一般人拥有的。而当他这句话说出之后，红衣圣地众人的脸上却都洋溢起了喜悦的弧度，那一位位大人物皆是笑得合不拢嘴，就连平日里极为冷漠的殷庄红，此刻在他的脸上也是挂着迷人的笑容。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在这样一张常年冷漠却又极美的脸上，罕见的出现甜美的笑容，简直就如同看到一场奇观，当真是看得人们心旷神怡，连女子都甚是喜欢。输了要认账，那结界修武珠该物归原主了。楚风对密洞群圣的老大说道：哼，你以为我们是密洞群圣是什么人？我们像说话算话。密洞群圣老大说话间，手臂一扬，他当真将那颗结界修武珠还给了红衣圣地掌教。小兔崽子，有点本事啊！密洞群圣的老大看向楚风，我有没有本事，你应该清楚的吧？楚风说道。哼，之前那次并不是我真正的实力，你有何得意的？有本事再来战一次啊！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就等你这句话呢，这一次再赌，你可要拿那根阴阳锁魂绳做赌注了。楚风说道。这个没问题，但是你需要拿修武结界珠以及远古彩虹石做赌注。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居然有红衣圣地的2件镇的至宝，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密洞群圣，你们就算不要脸，但也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红衣圣地众长老纷纷斥责起来，比不比？若是不比，我们就走了。反正最初的赌约我们已经应了，只不过那一局是你们输了，既然要重新来过，那赌资自然也要重新来定。密洞群圣老大理直气壮地说道。无奈之下，红衣圣地众长老将目光投向了自家掌教，他们的目光有些复杂，看那个眼神，他们似乎很想劝自家掌教，不如就这样算了，因为那密洞群圣实在是欺人太甚。可谁成想，那红衣圣地掌教却是看向楚风，修罗公子，还要劳烦你再与他们战一次了。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答案，哪怕密洞群圣提出了如此无理的要求，可他还是答应了。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呢，这一次对决，我们密洞群圣将一起出手，所以你们不如再考虑一番。密洞群圣老大笑眯眯地说道。什么？你们要一起出手？你们要是11个人一起打修罗公子一个小辈？红衣圣地长老感到震惊，而面对众人那震惊的目光，密洞群圣老大却是点了点头。正是如此，太不要脸了！你们好歹也是诸天星域有名望的人，怎么好意思这样欺负一个小辈？此时，红衣圣地众长老真的是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直接将这密洞群圣给打死在这里。掌教大人，这密洞群圣还真是名不虚传，当真是不要脸到没有底线。这种人实在不当与他们进行赌约，直接将他们驱赶出去吧。不，怎么能直接驱赶？这些家伙以作弊手段混入界灵府门，应当抓起来，押送到七阳山脉，让元术大师处置。此时，红衣圣地众长老当真是被气坏了，他们已经不想继续完成赌约，而是在想着该如何惩治密洞群圣。哼，赌或不赌一句话，若是输不起的话就直说，休要威胁我们。真当我们密洞群圣是那么好欺负的吗？若不想遵守规矩，而想动用武力的话，你们大可以试试，看看我密洞群圣到底是年板上的鱼肉，还是你红衣圣地不该招惹的梦魇。然而，对于红衣圣地众长老的话，密洞群圣却丝毫不惧，反而出言嘲讽：修罗公子，以1对11，你可愿意一试？此时，红衣圣地掌教再度看向楚风，他竟然还想应下，这可把红衣圣地众长老急坏了。掌教大人，他们这个要求实在太过分了，不能让修罗公子以身犯险啊！掌教大人，万万不可呀！红衣圣地众长老纷纷劝道。住口！然而，此时红衣圣地掌教却是表现出了不悦之势，他这一声轻喝并不洪亮，可是只是这2个字说出后，红衣圣地的众长老便纷纷闭上了嘴巴。掌教大人，修罗愿意一试。楚风说道。好，那就有劳修罗公子了。红衣圣地掌教说完此话，便将目光投向了密洞群圣。密洞群圣，这不合理的赌约，我们应下了。若是我们赢了，你们还搞花样的话，可休怪我含羞不客气。红衣掌教，敬请放心，我们密洞群圣可是讲诚信的。密洞群圣老大笑眯眯地说道。紧接着，密洞群圣的其他10位纷纷身形一纵，全部来到了广场中央。此时，密洞群圣11位整齐地站在那里，与楚风形成了对阵之势。见此一幕，红衣圣地的众长老紧张的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就连向来淡定的殷庄红小脸之上也是涌现出了浓浓的担忧。毕竟那可是密洞群圣啊！虽然关于密洞群圣的传言都没有什么好的，可是密洞群圣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这从那密洞群圣中排名最低的小11能够一个回合击败张堕陀就看得出来。不管怎么说，张堕陀也是轮回上界大名鼎鼎的界灵师啊。虽说楚风击败了小11，可是与他也是大战了整整1个时辰才分出胜负，可以说赢的也并不轻松。现在楚风竟然要独自一人挑战密洞群圣的11位，谁都知道楚风这一战可谓胜算渺茫。密洞群圣，你们可做好准备了？忽然，楚风问道。当他说出此话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他们发现楚风面对密洞群圣全体成员，不仅毫无惧色，在他的嘴角竟然还有着一抹淡淡的笑容。那抹笑容有些诡异，就好像蕴藏着什么阴谋。小兔崽子，你还真是嚣张啊！老子1对1都不怕你，现在我们兄弟11人都站在这里，还会怕你不成？我知道你刚刚与小11交手的时候，实力有所保留，不就是故意保存实力，好让我们大意吗？但是你失算了，老子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密洞群圣的老大开口说道。说这话的时候还洋洋得意，而听到他这一席话，人们也是恍然明白，原来楚风是深藏不露。密洞群圣的老大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此一时，人们再度看向楚风，忽然不那么绝望了，反而有了一丝丝期待。他们也都想知道楚风是否真的如密洞群圣老大所言一般，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实力。原来如此，难怪你不敢独自一人与我交手，原来是怕了。楚风嘴角的笑容变得越发嘲讽。怕？小兔崽子，若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可就是大错特错了。难道你以为老子会怕你？我这叫做稳中求胜。行了，那些没用的废话就别说了，你出手吧，老子倒也想看看你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不过不妨告诉你，你隐藏多少实力都是没用的，你今日输定了。密洞群圣老大说道。而听闻此话，楚风则是忍不住暗骂，这个老东西不要脸，没用的废话就别说了，你特么的把话说完了就不让我说了。不过楚风并没有继续反驳，因为楚风也不想与他们费太多口舌。楚风决定用实力说话。楚风将目光从密洞群圣身上扫过，哪怕明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可在楚风的脸上却仍挂着满满的自信，就宛如胜券在握的是他一样。小子，你这是什么眼神？看样子你很是不服啊。密洞群圣问道。我只能说，这一战我修罗赢定了。楚风话落，这大地便剧烈一颤，紧接着虚空也开始剧烈颤动，就连湛蓝的天空都变了颜色。原来
是楚风将其体内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那结界之力冲天而起，覆盖虚空，其量之惊人，让所有人都是刮目相看，就连密洞群圣的目光都是变得震惊起来。这小兔崽子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尽管早就知道楚风隐藏了实力，但密洞群圣却没有料到楚风隐藏得如此之深。先不说那结界之力浩瀚无边，宛如无穷无尽，那结界之力的战力与先前也不在同一个层次。这个家伙，他还是人吗？此时，就连极为厌恶楚风的孟如飞也是满面的惊骇之色，竟然被硬生生的吓到了。不是他太过胆小，而是此时楚风所释放出的结界之力实在太过强大。孟如飞与他师尊张舵驼走南闯北，也算是见过世面，可此时眼前所见却是孟如飞有生以来所见过最为强大的蛇纹级圣级结界之力。不只是他，就连他的师尊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变了，好强的结界之力，简直就是要吞噬这片天地。真是没想到，修罗公子竟然这般了得，天才，真正的天才。不，这种级别的天赋已不是天才这么简单，这是一位妖孽，一位妖孽级的天才。他所具备的天赋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真是不知道修罗公子到底来自何地，竟有如此天赋，想必定然是出自不得了的势力。此时，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对楚风的夸赞更是赞不绝口，毫不吝啬。他们虽然修为强横，甚至其中还不乏至尊境的高手，可是他们对于界灵之术造诣并不深。正所谓内行看热闹，外行看门道，不管在修武方面他们达到了怎样的成就，可是此时他们站在这里看圣袍界灵师的对决，其实就是一群看热闹的人。看热闹的人看不出具体细节，只会感受威势，而楚风此时所释放的威势却是让他们大开眼界。虽说界灵之术战力方面无法与武力相提并论，可若说华丽程度，武力却也无法与界灵之术相比。看着那漫天的霞光覆盖虚空数万里，这片天地都受其影响。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对楚风剩下的便唯有敬佩了，毕竟这是他们这一生都无法得到的力量。猛然间，那磅礴的结界之力开始从天而降，结界之力强大无比，宛如亿万天兵下落凡间，惩治妖魔。这种情况下，密洞群圣也是不敢大意，纷纷释放出结界之力去抵挡楚风的攻势。而密洞群圣这一出手也同样非同小可，他们不是简单的出手，而是合力布置了一座大阵。11位蛇纹级圣袍界灵师合力布置一座防御大阵，那威力自然也是非同一般。那防御大阵化作坚不可摧的堡垒，将他们护在当中，哪怕楚风的结界之力那般强横，可却也无法摧毁堡垒，更是无法伤到他们。不过那结界大阵再强，也终究是防御阵法而已，根本就无法进行攻势。而楚风则是冷哼一声，随后其体内释放出的结界之力竟然变得更为磅礴。紧接着，那结界之力从无形化有形，化作了一只猛兽。那猛兽形态各异，但每一只都长达千米，长达千米的巨兽，一眼望去竟然数之不尽。此时的场面简直壮观无比，数只巨大的猛兽皆是具备强大的攻击力，他们有序地对密洞群圣发动了攻势。这种情况下，密洞群圣的所布置的防御大阵也是开始摇摇欲坠，甚至那坚不可摧的结界墙壁上还出现了皲裂的痕迹。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土崩瓦解，被楚风攻破。厉害，太厉害了！此时，红衣圣地的众长老一个个看得热血沸腾，就连红衣圣地掌教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弧度。本来他就是想赌一场，来一场以小博大的豪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他手中这张牌竟然是一张王牌。密洞群圣联手，这是何等场面！可是竟然从一开始就被一个小辈压着打。在这场对决开始之前，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怎么了，老东西们？你们11个老东西联手，就只有这点能耐吗？你们刚刚还说张舵驼是老废物，依我看，你们11个与他一样，也是老废物。楚风大声地喊道：“这小子，他竟然辱骂老夫！”此时，张舵驼正在疗伤，听到楚风的话后，气得直接一口老血直接喷了出来。那密洞群圣侮辱他也就罢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叫做修罗的小辈竟然也要侮辱他一番。哼，小兔崽子，你现在狂妄可就早了一点，我们只不过是让一让你，让你发挥一下你的实力罢了。你还真的以为你能够胜得过我们？可令人意外的是，明明已经被楚风压制住了，可是密洞群圣的老大不仅毫不慌张，竟然还出言讽刺楚风。你们都一把岁数了，难道就只会动嘴皮子吗？有什么真本事亮出来看看？楚风讽刺地问道。小兔崽子，我们密洞群圣向来是以实力说话的，本来还想陪你玩一玩，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睁大眼睛看好了，现在老子就让你知道我们密洞群圣真正的力量。密洞群圣的老大说这话的时候，原本红衣圣地的众人都以为他是在厚着脸皮吹牛皮，可谁曾想他此话说完之后，在他的身上竟然出现了淡淡的光华，那光华如同铠甲一般覆盖了他的全身。仔细一看，是符咒，是复杂的结界符咒所凝聚而成的铠甲。那铠甲一出现，楚风顿时眉头紧皱，那铠甲蕴含着奇异的力量，楚风也说不出来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但楚风却从中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而值得一提的是，那样奇异的符咒铠甲并不只是在密洞群圣老大的身上出现，此时密洞群圣11人身上全部出现了那奇异的符咒铠甲。紧接着，那符咒铠甲上的符咒开始快速旋转，紧接着光芒大盛，向虚空直冲而去，就连楚风的结界之力也是无法阻挡。11道光柱同时冲天起，化作一道符咒巨网笼罩虚空。与此同时，奇异的气息也是从天而降，是感觉。此时楚风顿时心中一紧，
当那气息笼罩在自己的身上后，楚风感觉自己的力量好像被束缚住了，原本强大的结界之力瞬息之间就弱了许多。但是好像只有楚风受到了影响，在场的其他人根本没有受到影响。仔细观望，楚风发现他的身上出现了一层符咒，那符咒与密洞群圣那符咒铠甲一模一样，只不过这符咒非常的小，楚风若不用特殊的手段，甚至都无法发现。此时楚风得以确定，那覆盖虚空的结界符咒虽然声势浩大，但是针对的只有楚风一个人。这是密洞群圣针对楚风所使用的手段，但那并不像是寻常的阵法，更像是一种奇珍异宝，至少那绝对不是密洞群圣所布置而出的阵法。怎么样，小兔崽子，你也感觉到了吧？此时密洞群圣的老大笑眯眯地说道：“这是什么东西？”楚风问道：“这叫做束缚铠甲阵。这铠甲阵的作用是将对手同化，比如你的结界之力强过我们弟兄，这结界铠甲阵便会让你的结界之力与我们的结界之力变得相同，这便是束缚铠甲阵的作用。当然，这原本是给袁术那小子准备的，如今用在你这小子身上，也算是给足你面子了。”那密洞群圣老大说道。而听得此话，楚风也是明白为何密洞群圣老大明知道红衣圣地会去请袁术，还是答应了这场赌约。原来他们早就有所准备，按照他们所说，有着束缚铠甲阵在，就算袁术是龙温级圣袍界灵师，也会被束缚铠甲阵压制。这铠甲会将袁术的界灵之力压制到与密洞群圣一个级别，它可以让袁术的境界优势消失。该死，这密洞群圣竟然有这等宝物，自身实力不足，便用奇异宝物压制对手的力量，这也太卑鄙了。红衣圣地众人纷纷斥责道。就在此时，那原本守护密洞群圣的守护大阵忽然碎裂开来，而密洞群圣那11位也是从中走出。原来是他们自己将那守护大阵解除的，因为当楚风的结界之力被束缚之后，他们准备转守为攻了。可是当他们刚刚从那守护大阵走出后，楚风之前所凝聚的结界巨兽们便再度向他们发动了进攻。只不过当楚风发动攻势的同时，那密洞群圣的老大体内也是释放出了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化作火焰围绕着他们旋转，虽也是防御阵法，可威力却是极强。而楚风所凝聚的那些结界巨兽就如同飞蛾扑火，落入那火焰之中，便立刻惨叫连连，随后肉身破散。楚风那原本凶猛到对方全力阻挡都难以招架的攻势，此时竟然被对方如此随意的就给挡了下去。明明先前还占据着绝对优势，不曾想此时就落入了下风。怎么会这样？按照他们所说，就算他们那个所谓的束缚铠甲阵能够压制修罗公子的结界之力，可是他们结界之力的强度也是相同才对，为何此时修罗公子的结界之力减弱了那么多，但是密洞群圣的结界之力并没有减弱，反倒是增强了？此时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议论纷纷，是他们手中的宝物。众人不解之际，红衣圣地掌教开口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位长老才注意到，此时密洞群圣老大的手中出现了一个拂尘，那把拂尘很小，比寻常的拂尘要小上不少，看上去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被其握在手中，竟差点没有注意到。而此时与楚风抗衡的结界之力，并不是从他体内释放而出的，乃是从那把拂尘释放而出。看来这把拂尘能增强你的结界之力？楚风问道。猜对了，我这拂尘乃是远古秘籍所得到的，远古时期的宝物，它也是为袁术准备的。如你所见，我那束缚铠甲阵能够压制你的力量，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结界之力其实也被束缚，我们的结界之力将被束缚到与你相同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我们胜负难分，最多也就是个平手。但是有了这把拂尘则是不然，这把拂尘可以摆脱束缚铠甲阵的力量，增强我的结界之力，有了它在，你就注定要输。小子，现在你应该知道老子为何这么有信心能够赢你了吧？密洞群圣老大摆弄着手中的拂尘，甚是得意地说道。为了今日的赌约，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楚风说道。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对手是袁术，当然要精心准备一番，毕竟那小子确实是有能耐的。说句实话，我们原本还制定了特殊的比拼方式，若是全部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就算袁术来也是注定要败。当然了，对付你这个小兔崽子也就无需那么麻烦了，只需这束缚铠甲阵以及这把拂尘就足以对付你。不过小子能够逼得我们密洞群圣运用这2件宝贝，你也算是有些能耐了。不过可惜啊，你遇到的对手是我们，所以说你还是太嫩了。密洞群圣老大一脸得意地说道。密洞群圣，你们简直太不要脸了，对付一个小辈，11个人同时出手也就罢了，居然还运用2件至宝暗算对方。密洞群圣，你们胜之不武。此时红衣圣地众长老纷纷讽刺道。胜之不武，两兵交战，自古以来兵不厌诈，只有胜负之分，何来胜之不武？然而对于红衣圣地众位长老的嘲讽，按密洞群圣的老大却是不以为然，反而正义凛然，就像是他做的才是对的事情一般。诸位长老，与这种无耻之徒就不必讲那么多了。就在此时，楚风高声说道。尽管密洞群圣已是亮出2件至宝，几乎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可楚风的脸上却并没有太多的惶恐。小子，给你2个选择：1，你自己认输；2，你继续坚持，然后老子会将你打得满地找牙，直到你认输为止。密洞群圣老大对楚风说道。可楚风却淡淡一笑。我2个都不想选怎么办？你必须选择一个，你若是不选，我就替你选。密洞群圣老大说道。真是好大的口气，你难道真的以为你已经主宰了一切？楚风问道。小兔崽子，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是吗？然而楚风却是讽刺的一笑，随后楚风的目光
忽然变得凌厉。只见其双手叠加，捏出一道法诀，那是要控阵的架势，还要垂死挣扎吗？见状，密洞群圣集体发声，不过皆是讽刺的声音。而看着这样的楚风，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则是有些心疼。楚风今日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其实就算楚风认输，他们也不会责怪楚风。可楚风面对这种情形，却依旧没有认输，这种精神让他们为之动容。可猛然之间，这大地开始剧烈颤动，紧接着道道耀眼的光柱开始自地底深处不断冲出。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也是自地底深处传来，弥漫天地各处。仔细观望，那交织的光芒汇集成了一座大阵，而那大阵以楚风为中心，几乎覆盖整座岛屿，自然而然的也是将密洞群圣覆盖在了当中。这是阵法。此时密洞群圣也是慌了神，他们能够感觉到那气息非常强大，强大到要在他们所有人的能力之上，的确是阵法。就在此时，楚风说道：“这是你布置的？不可能，你已经被束缚铠甲阵所束缚，怎么能够布置得出此等阵法？”密洞群圣连连摇头：“我可没有说，这阵法是我现在布置出来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说这阵法是你之前布置的？”密洞群圣老大问道。“聪明。”楚风说道。“该死，你这小兔崽子，竟然在一开始就布置了阵法，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布置的？此等阵法，就算你暗中布置，也要需要耗费不少时间才对。”密洞群圣老大说道。“还好，并没有花费太久的时间，1个时辰多一点点而已。”楚风说道。“1个时辰多一点点？难道说你是在与小11交手的时候布置的阵法？”该死的，又被这个小兔崽子摆了一道。猛然间，密洞群圣的众人恍然大悟，一个个气得说话的语气都变了。不仅是他们恍然大悟，在场的其他人也是恍然大悟。他们已经知道为何楚风的实力远在密洞群圣那个小11之上，可先前却也要与他打上足足1个时辰了。搞了半天，楚风不仅仅是故意隐藏实力那么简单，他还在那期间运用隐藏的手段，在这广场的地底之中布置了这座大阵。密洞群圣以为他们有2件至宝在手，以示胜券在握，却不知楚风早在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当意识到和一切之后，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对楚风就更加刮目相看了。楚风的天赋已经不用说，可是这份心思则是再度给了他们一个惊喜。若不是楚风提前暗中做了准备，那么这一战还真就是必败无疑。忽然间，耀眼的光芒越来越盛，一道道锁链也是自地底之中飞掠而出，直奔密洞群圣而去。密洞群圣还想要抵挡，只是奈何那锁链太强，直接穿透了他们的结界之力，随后将他们捆绑开来。结界锁链缠绕于身，顿时热气升腾，肉身撕裂。此一时，密洞群圣也是开始发出阵阵哀嚎，不是他们承受能力太低，而是楚风那大阵的力量实在太强。我们认输，我们认输。很快，密洞群圣便开始求饶认输，而当他们求饶之后，楚风也是收回了结界阵法的力量。此时，密洞群圣一个个的竟然全部趴在地上，尽管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但看他们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尽管那结界阵法的折磨时间很短，但对于他们来说，却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是看着密洞群圣那狼狈的模样，红衣圣地的众人则是非常的高兴，这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密洞群圣既然说了，也当兑现诺言了吧。红衣圣地掌教说道：“你放心，我密洞群圣向来说一不二。”密洞群圣老大说话间，便将那根阴阳锁魂绳取了出来，但他并没有直接交给红衣圣地掌教，反而先是用那幽怨的目光看向了楚风。奶奶的，真是没想到，老子又栽在你这个小兔崽子手里了。密洞群圣老大很是不爽的对楚风说道，但是他此话说完，大袖一挥，便将那根阴阳锁魂绳丢向了红衣圣的掌教。要不要再比一次？楚风笑眯眯的对密洞群圣问道。比个屁，你个小兔崽子，我记住你了。密洞群圣的老大很是不爽的说道。既然胜负已分，你们也可以离开了。红衣圣地的长老纷纷说道。其实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密洞群圣，之前他们对密洞群圣只是有所耳闻，并未见过，唯有红衣圣地的掌教与密洞群圣接触过。今日密洞群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因为印象深刻，他们才恨不得让密洞群圣立刻滚蛋。事实上，只是让他们滚蛋已经是非常的客气了，若不是考虑到礼节等原因，他们恨不得狠狠地教训一顿密洞群圣，再将他们赶走。毕竟密洞群圣实在太无耻了，今日还要有楚风在，否则他们怕是要亏死。放心，你们这种鬼地方，就算你们想留我们，我们也不会留下的，再也不见。而密洞圣地老大说完此话，便准备离开。等一下，可谁曾想，就在此时，红衣圣地的掌教却是忽然开口：“做什么？难不成你想叫我们扣押，然后交给袁术？我明确的告诉你，那届灵府门内作弊的并不是我们，你们不应该听信那个小兔崽子的诬陷。倘若你们非要听信那个小子的话，诬赖我们的话，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密洞群圣可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密洞群圣老大说道：“误会了，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正所谓来者是客，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们红衣圣地自然要尽地主之谊，以礼相待。不如诸位在我红衣圣地逗留几日，可好？刚好我红衣圣地有几件戒灵之术的宝物，也想请诸位大师帮忙破解一番。”红衣圣地掌教说道。而楚风注意到，原本密洞群圣并不领情，也没有留下来的打算，可是当听到宝物这2个字之后，他们的目光便立刻有了变化，一个个的都将目光投向了密洞群圣的老大，似是在等他做个决断。好吧，虽然你们红衣圣地的长老很没礼貌，但毕竟他们只是长老，我们就不与他们一般见识了。既然红衣掌教邀请我们做客，这个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密洞群圣老大说道。他此话一出，红衣圣地众位长老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就连楚风也是忍不住暗骂着密洞群圣太不要脸。明明刚刚自己说的，就算红衣圣的邀请他们留下，他们也不会留下。结果红衣圣地掌教一开口，他们便立刻选择留下来了。尽管楚风知道他们其实是对红衣圣的掌教口中的宝贝感兴趣，可是这脸皮也实在太厚了。可不管如何，此事到了这里也是落下帷幕。张舵陀惨败而归，也是不好意思再次久留。至于那个婚约，他们更是不好意思再提。就在当日，便带着孟如飞灰溜溜的离开了。而红衣圣地更是没有挽留之意，毕竟若不是楚风出手相助的话，他们今日可就输得太冤了。而也正因为出手力挽狂澜，连赢2局，让他们最终获胜。所以楚风成为了红衣圣地的大功臣。不可避免的，他们办了一场盛宴，并且准备了丰厚大礼来答谢楚风。盛宴之上，所有长老全部到场，就连那些精锐弟子也是出面。自然而然的，殷庄红以及红衣圣地掌教也都出场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密洞群圣竟然也来了，而且还是不请自来。看看他们在宴会上大吃大喝、不亦乐乎的模样，就好像他们才是这宴会的主角一般。不得不说，他们脸皮真的厚，并且在那之后，他们还真的住了下来。不过楚风与他们并无交集，所以倒也无所谓。至于红衣圣地掌教为何要将这些颇具危险性的密洞群圣留下来，楚风觉得绝对不是有宝贝要让他们帮忙破解那么简单。毕竟需要破解宝物的话，完全可以找楚风，根本没必要叫密洞群圣。毕竟那些家伙毫无道德底线，听到宝贝2个字，双眼都能放光。红衣圣的掌教，身为红衣圣地的主宰者，不可能不知道密洞群圣的危险性，将他们留下，简直就是养虎为患。所以楚风猜测，红衣圣地掌教将密洞群圣留下，定然是有他的用意。只是那究竟是何目的，楚风则是不知晓。不得不提的是，自从这一日之后，楚风在红衣圣地的待遇也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之前只有小新每日去给他送点心，殷庄红每日去看他。可是自从那一日，楚风将密洞群圣击败之后，红衣圣地的长老每日都会去拜会楚风，甚至就连红衣圣地的掌教偶尔都会去探望楚风。最有意思的是，红衣圣地的长老有时候还会带他们的亲传弟子去拜会楚风，尽管说的有些隐晦，但是言下之意就是想将那弟子介绍给楚风，想要结下一段良缘。这让楚风哭笑不得，因为并不是每个长老的弟子都长得国色天香，有的那可谓是一言难尽。当然，无论是何长相，楚风都没有兴趣。楚风已经很久没有对一个人动心了，他的心中自从有了紫菱、苏柔、苏美，就好像再也进不去其他人了。所以有的时候人出现的顺序很重要，在楚风最低谷到时候出现的那些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总之，虽说楚风之前已是得到了上宾待遇，但是如今则是成为了上宾中的上宾，享受到的乃是至高无上的待遇。毕竟楚风可以说得上是红衣圣地的恩人，自然而然的，楚风也成为了红衣圣地的名人。红衣圣地上至长老，下到弟子，从那歪瓜裂枣的丑八怪，再到倾国倾城的绝色女子，全部都在议论楚风。修罗2字传遍红衣圣地各个角落，甚至那些见过楚风的弟子都有了吹嘘的资本。尽管在这里得到了尊贵的待遇，但楚风却准备离开了。楚风来这里不仅是给殷庄红一个面子，还是意识到了殷庄红可能有事情需要他帮忙，所以才来到这里的。如今既然事情也解决了，而自己也成功突破，成为了蛇纹级圣袍界灵师，便也没有了继续留下来的意义。可谁曾想，就在楚风决定离开的时候，红衣圣的来了一批人，这些人乃是楚风感兴趣的人，他们乃是诸天门的人。诸天门派来了很多高手，不仅有长老，还有弟子。弟子之中由号称诸天星域第一天才的南宫一凡领衔，而长老之中则是拓跋承安。拓跋承安是何许人也？这拓跋承安乃是诸天门的太上长老，一位3品至尊的强者。拓跋承安在诸天门的地位也是非同小可，可以说是除了诸天门的掌教外，地位最高的人物。而这拓跋承安也是当日前往祖武星域帮助灵狐天族的那一位。当日若不是祖武龙城城主龙道之出现，那么那一日莫说是楚风，怕是楚氏天族都要被灭。而从那一日起，拓跋承安便进入了楚风心中那必杀的名单之列，就连诸天门也成为了楚风要对付的势力。楚风觉得帮助灵狐天族夺取祖武星域霸主地位，绝对不是拓跋承安一个人的主意，而多半是受诸天门掌教的指使，所以诸天门楚风也是必然要收拾的。尽管如今的楚风还没有与诸天门叫板的实力，可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今拓跋承安带领南宫一凡浩浩荡荡的来到轮回上见，楚风觉得他们绝对不会是来拜会红衣圣地这么简单，他们一定有着什么目的。于是楚风决定铤而走险，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再度隐藏自身，悄悄地来到了红衣圣地接待诸天门众人的地方。恢宏的大殿之内并没有多少人，只有2个人，那便是红衣圣地掌教以及诸天门的太上长老拓跋承安。而他们似乎也没有在谈什么秘密，所以并未严防死守。楚风趁着长老送茶的功夫，便混入了其中。所以到了开启斩妖大地幕的时候了吗？红衣圣地掌教问道。韩掌教该不会有何意见吧？毕竟斩妖大地幕在你轮回上界乃是你轮回上界的资产，倘若韩掌教不愿意我们动那斩妖大地幕，我们也不会强行出手。那拓跋承安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可那目光却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拓跋长老，这话不对，斩妖大地幕虽是我轮回上界的资产，可轮回上界不也是诸天星域的领土吗？斩妖大地幕诸天门感兴趣，我们自然要相让，只要那远古雪炼池我红衣圣地能够看管，便已是知足。红衣圣地掌教说道。
这点还请韩掌教放心。我曾与门主大人说过此事，那远古血炼池对你红衣圣地有着特殊意义，无论那里面蕴藏什么，我朱天门都绝对不会插手。当然，若是你们日后想要开启，需要帮助的话，我朱天门也会鼎力相助。拓跋承安说道。多谢拓跋长老。红衣圣地掌教说道。在此之后，他们二人的对话便变得客套起来。尽管只听到了一部分对话，可楚风却也大概知道了朱天门来轮回上界的目的。斩妖大地墓，那便是他们要开启的地方。想必其中应该有着重宝，否则朱天门不会这样兴师动众。眼见着没有其他线索，楚风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楚风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与殷庄红问一下关于那斩妖大地墓的事情。最终他决定还是不过问，自己去调查，并且明月就离开。楚风已经有了目的，那就是去那斩妖大地墓走上一趟。那朱天门不是要开启斩妖大地墓吗？那楚风就不能让他们顺利的开启。便有红衣圣地的长老找上门来，而找上门的目的竟然是邀请楚风参加对朱天门的欢迎仪式。楚风本不想去的，只是奈何修罗这个名号传遍了红衣圣地，朱天门的人无意间听到了后，对楚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非要见楚风。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别无选择，只能去了。楚风来到那座招待宾客的大殿，不止朱天门的众人在，红衣圣地的许多长老也是出现，当然自然也就却少不了熟悉的面孔，比如南宫一凡以及殷庄红等人，就连拓跋承安以及红衣圣地掌教也在。当楚风踏入此处之后，便立刻成为了此处众人所凝视的对象。红衣圣地的人倒还好一点，那朱天门的人一个个都开始从头到脚来来回回仔仔细细的打量楚风，毕竟他们已经听闻了楚风以一己之力击败密洞群圣的事情，所以对楚风充满了好奇。这位便是那位修罗小友，还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小辈便踏入蛇纹级圣桃界灵师，老夫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见，不知修罗小友是何方星域之人？拓跋承安问道。抱歉，我出处不方便透露。楚风回道。然而楚风此话一出，顿时让红衣圣地的众长老心头一紧，就连殷庄红以及红衣圣地掌教也是目光一动，眼中涌现出一抹忧色。3851章意外的拜访。毕竟那位可是拓跋承安，乃是朱天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面对这种存在，一般小辈看到都会心生畏惧，若是对方问话，那回答的时候更是要谨慎。但是楚风他这个回答简直就是不给拓跋承安面子，这是很危险的举动。而果不其然，楚风此话一出，那朱天门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大多数都涌现出了不悦。哈哈，天才果然是天才，连说话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不过这毕竟是修罗小友的隐私，若是修罗小友不想说，就当老夫没问。修罗小友，听闻你一己之力战胜了密洞群圣，那密洞群圣乃是虽然名声颇差，但也是有些本事的。听闻修罗小友壮举，老夫也是深感佩服，不知修罗小友可否展示一番你的戒灵之术啊？拓跋承安对楚风问道。抱歉，我的戒灵之术是用的，并不是用来展示的。楚风说道。猛然间有人拍砖立，指向楚风，是不是给你脸了？你可知道这位是谁吗？那位拍砖立斥责楚风的乃是朱天门的一位长老，这位长老修罗公子乃是我红衣圣地贵客，还请长老不要失了身份。红衣圣地掌教说道。他此话一出，那位长老也是为之一愣。红衣圣地掌教此话之意，所有人都明白，他是要护着这个叫做修罗的年轻人。而红衣圣地虽然不如他朱天门，可在红衣圣地掌教的实力却是与拓跋承安相等。尽管非朱天门的人，但红衣圣地掌教无论身份还是地位，那也是非同小可。所以这位长老也是不再多言，而是看向了拓跋承安。看我做什么？还不向修罗小友道歉？拓跋承安说道。道歉？听得此话，朱天门的众人都是一愣。他朱天门乃诸天星域的主宰，向来嚣张跋扈，何时会向小辈道歉？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而此时拓跋承安的脸色则是变得阴沉起来。修罗公子，是我酒后失态了，还望修罗公子莫怪。见状，那名朱天门的长老而已是不敢犹豫，而是赶忙对楚风施以一礼，算了。而对于他的道歉，楚风则是非常随意的挥了挥手，那个样子就好像根本没有将朱天门的人放在眼中一般，这让朱天门的人非常的不爽。就连那向来冷漠的南宫一凡也是一直打量着楚风，当然他的目光非常的不善。之后宴会正式开始，宴会开始之后，朱天门的人也会与楚风进行交谈，但楚风依旧冷漠。可偏偏楚风与红衣圣地的人交谈的时候，却又谈笑风生，相比之下，那完全就是两个态度，这让朱天门的人越发的不爽。可是却没有人发脾气，先不说他们要给红衣圣地掌教一个面子，连他们的太上长老大人拓跋承安都发火了，谁还敢去招惹这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呢？但实际上拓跋承安可是一个暴脾气，他今日之所以能够被楚风连续拒绝2次，却还始终面带笑容，可并不是因为他的脾气改了，也绝非是单纯的给红衣圣地面子，而是他考虑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楚风到底来自何地？一个具有如此天赋的小辈，并且脾气竟是如此的古怪，哪怕面对他也是丝毫不给面子。这种种原因让拓跋承安不得不考虑，这个叫做修罗的小鬼到底是来自何地？而圣光天河、卧虎藏龙，强大的星域实在太多，若非要说的话，他诸天星域在整个圣光天河来看，简直就是微不足道。所以面对如修罗这种来路不明的天才，他也是不敢大意，万一一个不小心招惹到了一个庞然大物，那他诸天门可能遭受的便是灭顶之灾。并且之后楚风又做出了一个举动，那就是他觉得这场宴会无聊，所以打了一声招呼后就离开了，这让诸天门的众人更加不爽，可却又不敢声张。而楚风之所以敢如此狂妄，其实也所有他的原因的。第一点，
楚风本就厌恶朱天门，又怎会放下尊严，在他们面前进行表演？第二点，楚风知道他这种神秘的身份会令朱天门有些忌惮，所以楚风才会这般。修罗兄弟，你在吗？然而令楚风没想到的是，他刚刚回到住所，就有人前来拜访。而最令楚风没有想到的是，那前来拜访的人竟然是密洞群圣的老大。你来我这里做什么？楚风见到密洞群圣老大，顿时眉头微皱。这密洞群圣可不是什么好人，这些家伙坏得很，用卑鄙无耻4个字形容他们是最贴切不过的。现在密洞群圣老大主动拜访，并且这一开口竟然叫楚风修罗兄弟，这更让楚风觉得对方似乎来者不善。毕竟他们之前每次看到楚风都气得咬牙切齿，并且都是称呼楚风为小兔崽子的。此时态度的改变实在太过出乎意料，这不就是典型的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吗？修罗兄弟，正所谓来者是客，你总不能让我站在外面吧？密洞群圣老大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便将这位请了进去。楚风不是没有想过密洞群圣老大会对他造成威胁，毕竟他们还真的有点深藏不露，哪怕面对红衣圣地掌教也是并无惧色。楚风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装腔作势，还是真的有那个实力能与红衣圣地掌教抗衡，而对方又与自己有过节。面对这种家伙，楚风岂能不多想？只是考虑一番后，楚风还是带他们进来了。毕竟这里是红衣圣地，楚风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况且他们若真要对付楚风，就算楚风不将他请入寝殿内，他刚刚在外面也是完全可以直接对楚风动手的。